OK，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們的主播台灣惡男。這一次我們來講 Markkanen 吧。我對於 Markkanen 這個球員的印象有點微妙。我們都知道他在爵士隊嘛，那爵士隊目前是屬於重建期，就整天擺爛。那上一個賽季是他們真正每一場都在擺爛。那 Markkanen 這個球員很屌，就他一上場就可以把球打得很好，就會影響到爵士隊的擺爛，所以這個球員怎麼樣呢？直接被爵士隊冷凍，因為爵士隊很怕他，只要一上場，爵士隊就會贏球了。沒錯，所以這個就是 Markkanen 啊，他也曾經在 NBA 繳出單場51分的神級表現哦。有很多朋友私訊問我說：“你怎麼沒有做 Markkanen 這個角色呢？”我只能說，O'Neal 這個角色已經塞滿了我全部的眼睛哦。我眼睛當中已經看不到其他角色了。那這次為什麼要做 Markkanen 這個角色呢？當然是為了要水一支片啦，嘿嘿嘿嘿。沒有啦，其實是因為真的很多人叫我做 Markkanen 啊。那我自己在實際用了一下這個角色之後呢，我發現這角色還真的是稍微有點搞頭的哦。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呢，就帶各位來了解一下這位芬蘭斯基在全明星街球派對裡面表現如何吧。好啦，不廢話了，我們開始。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立繪跟模組呢，我只能說跟他本人比起來，本人真的帥很多啊！你不覺得這個模組很像大衛像嗎？他只要再換個姿勢就是大衛像了。屬性的部分呢，潛能全把夥伴帶3分的情況下可以來到124，加上潛能跟時裝破140，穩如老狗。那作為一個大前鋒呢，我認為他的定位比較像司機，就籃板數值給的也不是特別的高，防守也不是說特別優秀，尤其是你看這個跑動61是什麼鬼東西？隔壁那個 O'Neal 跑動90。然後體重140公斤，這老哥108公斤也跑動61是怎麼回事？那雖然這樣有點不公平，不過我們還是把它拿來跟 Nowitzki 來做個比較哦。就你這樣來看呢，他整體的數值真的就是以 Nowitzki 為模板做的哦。好了，接着我們來看一下技能說明吧。大招叫做極光狙擊，哇操，超級中二。那這個使用方式其實跟 Towns 的大招有一點點像，雖然跟 Towns 的大招有一點像，不過它多了一個持球的時候，如果按下去，它會直接觸發3分投籃哦。那一樣就是控衛必中的。接着我們來講它的被動極光熱區，這個熱區啊，開場會直接隨意給你一個區塊，你只要每進一球3分，就會直接隨機激活一個區塊。這個熱區的優點是它是不會消失的，那你只要站在這個熱區內呢，第一個，你會有受干擾範圍大幅減少，並且3分、中投、基礎命中率，還有傳球速率跟安全傳球距離都會大幅增加哦。有沒有？這樣就感覺這角色有點東西了，對不對？好，再來我們來看他的技能芬蘭終結者，你可以像這樣子做個接球速投，或者是直接去做個空接扣籃，或者是持球狀態下，你也可以去做各種衝框或者是接技。另外，它是可以頂投的，面對外線對手投籃的時候呢，投籃抗干擾率大幅增加。那所謂的外線對手呢，它這邊有寫到，就是小前鋒、得分後衛和控球後衛哦。再來下一個技能萬有引力，就是給了他一個擋拆的技能哦。所以這樣來看呢，這角色基本上就是一個擋跑型的角色咯。除了擋拆生效角度有180度之外，假設你在熱區內擋拆還可以到240度啊。然後當他退出擋拆的時候，還可以向搖桿方向衝刺一步哦，頗有約基奇的感覺哦。你看，就像這樣擋到之後衝刺一步哦，所以這個不管他要順下還是外彈都蠻好用的。而且這裡多了一個很有趣的設定，就是 Markkanen 這個球員在持球的時候，4米範圍內的己方外線隊友，那我們前面有講過嘛，外線隊友就是小前鋒、得分後衛跟控球後衛，對吧？他也可以釋放這個擋拆，而且他的擋拆角度是180度哦，180度的擋拆角度之外，他在擋完之後還可以衝刺一小段距離，雖然我不知道這個一小段到底有什麼用啊。然後在這個擋拆之後的3秒內3分命中率還會再額外增加，並且受干擾範圍也會小幅減少。好，再來下一個技能寒冰極速，這邊就是給了他一個加速的技能哦，他在無球的時候移速會大幅增加。那這個加速技能就跟你對於他熱區的把控有很大的關係咯。你只要在加速並且經過熱區的狀態下呢，你所有投籃命中率都會小幅增加。那如果你是在防守回合的狀態下，假設你經過熱區，防守籃板競爭值跟卡位抵抗概率都會小幅增加，還可以讓原版競爭值衰減小幅減少。好，再來下一個技能是給到了一個籃板跟蓋帽的組合技能哦。它本身的蓋帽角度是240度，那如果周圍2米內存在友方隊友的時候呢，原有基礎在原有的增益基礎上，蓋帽成功率大幅增加，籃板範圍還會小幅增加，所以它有點就像是那種扣籃陣，有沒有？大家都集中在中間的時候，我也一起站在中間的話呢，我的蓋帽成功率還
還會再增加哦。好，最後一個給到的是一個接球突破的技能。那這個接球突破的技能，我覺得是它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哦。你可以看到這個接球突破的範圍是很大的哦，頗有一種3分 Booker 的感覺，有沒有？然後它在接球突破之後，還可以去銜接這種背打或者是轉身。好了，這大概就是它的所有的技能說明了。接着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徽章吧。雖然是紫卡哦，這個徽章老實說應該都是基本滿圖的啦，但是我們還是說明一下。第一個徽章，它只要每次激活一個熱區就是進一個3分啦，全隊士氣值加30點。假設你是在熱區內再次得分的話，還會再加30點，所以這個對於全隊的士氣值累積來說相當好用哦。再來第二個花式給到的是轉體投籃，這個就很一般，沒什麼。那第二個徽章給到的是全隊傳球屬性加3點。第二個花式給了單手跳投。第三個徽章給到的是，如果你在熱區內防守起跳蓋帽的時候，蓋帽範圍加0.2米，但這個就必須要在熱區內才會觸發了。對於這個角色本來防守就不高的能力來說呢，算是不無小補。那最後是給到一個背身側投的花式，投半的部分呢是籃板、3分跟傳球，那到時候呢估計也是3分帶好帶滿啦。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展示一下他的技能吧。好，接下來我們來講解一下所謂的這個熱區是怎麼回事哦。你看現在我在場上只有一個熱區，對不對？那我只要每進一球3分，它就會去觸發一個還沒觸發的熱區。所以比方說我現在投一個3分，好，你就會看到有一個熱區亮起來了，有沒有？好，然後呢，我再進一個3分，它就會再觸發一個還沒觸發的熱區，所以我等於只要進3顆3分球，接着就會全場都是我的熱區了。那這樣等於我在全場的出手下呢，我都會有所謂的熱區加成。那當你觸發了全部的熱區之後呢，它個別的 buff 會寫在這個地方哦。所以玩 Markner 的關鍵就是在於你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你的熱區全開。簡單來說就是幹3分就對了啦。好，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再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技能了。好，那我們再來看看它的進攻技能有哪一些吧。首先比較基本的就是一個接球速投，然後是它的空接扣籃，然后終結扣籃的話呢，有分近的，再來是遠的，並且如果你是遠扣的話呢，你可以拉2點上籃，但這個估計鐵的幾率也是挺高的。然後突破之後可以再銜接一個投籃，再來就是它最具威脅性的接球順突啦。接球之後馬上投籃，這個速度是真的挺快的哦。那當然呢，你也可以突破轉身進去銜接扣籃，或者是被打對抗之後呢，再來一個後仰終結。那這大概就是他的進攻技能的部分了。好，接着我們來講他的擋拆。他的擋拆呢有一個特別的作用是，它可以讓對手有一個踉蹌的動作。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像這樣子。雖然是沒有像約老師一樣讓對方倒在地上那麼暴力啦，但這樣也是不錯。然後擋拆之後，即使我沒有擋到對方，我也可以朝方向鍵的方向去做衝刺，所以這個擋跑非常好用哦。另外，他在擋拆成功之後呢，投籃的出手速率還會小幅增加。接着還給到他在加速狀態下多了一段 dash 可以去做使用。現在是怎樣？所有角色有 dash 是標配就對了，是不是？那目前就我這樣用下來看呢，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一個非常簡單暴力的角色哦。在進攻方面的威脅性呢，其實也蠻大的，尤其是這個突破距離。跟開熱區之後呢，所有的投籃 buff 加在一起哦，說真的要防守他還真有點困難，所以估計他到時候呢也會跟 O'Neal 變成是一組絕配哦。好了，以上就是關於 Markner 這個球員的所有的開箱介紹啦。作為接球型的進攻大前呢，還挺好用的，並且呢還有一手擋跑技能哦，整體就是一個進攻特化型的大前鋒。看完這個影片之後，你對這個角色有什麼想法呢？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好啦，我是台灣耳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